Hello，朋友们，你好，我是小八。在开始今天的主题之前，我想先从一个大家应该都听过的故事讲起，也就是2008年9月15号，雷曼兄弟他宣布破产，全世界的金融市场一夜之间就崩塌，道琼指数也一天之内暴跌超过500点，全球蒸发了几十万亿美元的财富。那时候大家都说是次贷危机，也可能是华尔街他太贪婪，或是那一些乐视债券害的。但你们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？雷曼兄弟他宣布他破产的那一天，他的账面上写着他还有6000多亿美元的资产，他不是没有钱，他有房子，也有债券，他也有各种金融资产，可是为什么他最后还是破产？那些资产在那个瞬间其实是没有人愿意跟他购买，那没有买家就没有价格，那没有价格，资产就跟废纸其实没什么两样。这背后真正的杀手其实也不是什么贪婪，不是债券，而是每一个人都听过的，但几乎又没有人真正去搞懂它的东西，叫做。那今天这一支影片，我要把这个控制全世界财富的东西一次跟你们讲清楚，而且我会用我自己一套的方式整理出来的框架，带你们从头到尾把这个金融系统的运作逻辑去走一遍。如果你搞懂了这种东西，那你就会明白2020年的时候，疫情那时候为什么股市突然暴涨，而为什么2022年却都在崩盘，而又有些人在崩盘的时候却变得越来越有钱，但是又大多数的人只能被当韭菜收割。所以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？那流动性它又到底是什么？那我们就先从最简单的概念开始。你可以想象一下，现在有一个菜市场，卖鱼的摊位，它前面排了一大堆人。你要买鱼，走过去，老板来2条，马上就成交了。啊，你要卖鱼，旁边也有一堆人跟你抢着要。这种状态它就叫做流动性好。那因为买的人多嘛，那卖的人也多，价格就很稳，那交易也就很顺。但假设今天新闻突然报道这批鱼有问题，那你会发生什么事？也就是菜市场的他们都不敢买鱼了。那卖鱼的老板他就突然解来8折8折7折7折6折5折，那但是就是没有人敢买。那这个我们就俗称为流动性枯竭。所以你要注意一件事情，鱼它可能还是昨天的鱼，那品质也一模一样，新闻它可能是误报的，但没有人愿意交易的时候，这条鱼对每个人来说就跟垃圾一样。那金融市场的崩盘本质上跟这个菜市场其实是一模一样的。而2025年3月份，川普他对全世界开打关税战，消息最灵通的大资金最先开始抛售，大量卖压一出来，买盘就缩啦。那买盘一缩，价格就会开始掉，那价格一掉，就更多人想要卖掉它。那些用杠杆的投资者开始被追缴保证金，被迫不计代价的赶快卖出，就像所有人同时往一个狭窄的出口挤进去。在那一刻，什么资产的内在价值啊，什么基本面，那已经全部都不重要了。唯一最重要的事情就是，我能不能赶快现在把我手上的东西全部换成现金，那才是最重要的。所以你只要记住这句话，所有的崩盘表面上它是价格在跌，但就是你们看到的 K 线，那本质上它其实是流动性在消失。好，到这边你可能大概知道流动性是什么了，但其实它有2个维度，你搞懂的话你就不会搞混。第一个，它叫微观流动性，也叫做市场流动性。就像某一个特定资产，它好不好买卖，成交量大不大，价差大不大。我们就拿苹果的股票来说，它每天的成交额几10亿美金，你想买多少就可以买多少，而你想卖的时候，也会马上有人把你买走，这就是流动性极好的标的。但如果你今天买下的是一间乡下的老房子，你挂了半年都没有人来看，那现在好不容易却来了一个买家，但他的出价比你心里的预期价位低了30%，这就是流动性差，也就是没什么人想要买。所以这时候第一条的投资铁律也就出来了，那就是永远不要在紧急时刻才发现你的资产卖不掉。第2个维度叫做宏观流动性，这个是完全不同层级的东西。它不是在说某一只股票好不好买卖，而是在说整个金融系统里面到底有多少钱它在流动。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个城市的自来水系统，现在的水塔里面水满满，所以水压就很正常，每家每户打开水龙头都能有水用。但如果水塔的水它快见底了，不管你家的水管里面有多粗，你就是没有水可以用。而宏观流动性宽松的时候，那资金到处乱窜，股市也会一直疯涨，房价涨，加密货币也一直涨，什么都在涨。那紧缩的时候，钱就是被抽走，所有的资产都在失血崩盘。所以接下来我要带你进去自来水系统的内部，看看这个水到底是谁在控制，那它又是怎么流动的。这一段也是整支影片最精彩的部分。如果你能搞懂这整套系统，你对金融世界的理解，我相信会超过大多数人。
好，现在我们进入核心，刚背景气氛其实蛮紧迫的，然后现在步调要放轻松下来，好好理解啦。我自己把整个金融系统的运作整理成了一个循环，5个步骤，我觉得这个顺序非常的重要，所以希望带着你们跟着走一遍，很多以前你可能想不通的事，就会突然想通了。那这5步就是借钱、印钱、存钱、换商品、卖商品，无限循环的去运作。所以不够钱的时候就借钱，借不够就印钱，印出来的钱去支付利息，多出来的钱就被存起来。那存起来的钱在行情最低的时候就拿去换成各种投资商品，最后卖掉的商品多出来的钱再去支付利息。那不够的部分，结果还是继续借钱。听起来好像很合理很正常，但你去想嘛，这个循环每跑一圈，它负债就多一层。表面上这个世界在正常运转，实际上这个洞是越来越大。如果不去改变的话，崩坏，我觉得只不过是时间上的问题。所以我带着你们去了解这最完整的过程解说，就让我们步入正题吧。那你知道这个世界上目前最大的借款人是谁吗？不是你，也不是我，是美国政府。因为它是目前全球流通最大的货币。美国政府有一个账户叫做 TGA， 你可以把它想成一座盖在山顶上的水塔。政府收税，发国债借钱，这些钱就流进水塔里面。那水塔装满了，市场上能用的钱就变少，流动性下降。但政府也是要花钱的，这时候水塔装满的钱，发军饷、搞基建、发补贴，这些钱就会从水塔流回市场，那流动性也就回来了，而水塔的钱就开始变少。所以规律其实也蛮简单的 ，TGA 上升等于流动性紧缩，再收水；那 TGA 下降等于流动性宽松，再放水。那你知道现在2026年美国政府它现在欠了多少钱吗？说出来这个金额是真的吓死人，将近39兆美元。那债务占 GDP 的比重大约为120%到130%，意思就是全美国人不吃不喝，工作超过1年，赚的钱都不够还这些债务。而且光是今年要支付的利息就预估达到1兆美元，比他的军费还要高。那如果市场现在的钱不够，不愿意再借钱给政府了，也就到了第2步。当美国政府借不到钱，联准会就会启动 QE 量化宽松，白话就是联准会凭空创造一笔钱去买自己政府的国债，强行把钱灌进市场。但这样印钱其实是有代价，那就是通膨。所以2022年后，美联储为了压制通膨，动用了另一个调控工具，叫做货币政策。这就像是在控制水的价格，那降息让钱变更便宜，逼着钱全部流向股市、加密货币、房市去创造繁荣。那升息它让钱变更贵，这不只让大家不敢去跟他借钱，反而是希望大家把钱赶快存进银行。所以就产生一个很有趣的现象，在2022年到2023年，美联储一边实施 QT 量化紧缩，一边又疯狂喊升息，让流动性降到了冰点。这导致市场上那些大机构、银行、基金手里握着疫情期间印出来的大量现金，但因为它利息太高了，市场不确定的因素也太大，他们根本不敢乱投资。那这笔想投又不敢投的巨额资金，他们最后把它塞到哪里去？这就到了关键的第3步。这时候他们就会去找联准会做一个交易，叫做 RRP 隔夜逆回购。白话来说，就是大机构跟联准会说，我把钱暂时放你这边过夜，你给我利息，并拿国债来抵押。你可以把 RRP 想象成是一个金融缓冲池，当市场上的钱太多了，没有地方去的时候，就会慢慢的进入这个池子里面存着。但这又分别为2种情况。第一种状况，熊市转换为牛市，这个池子的水位至关重要。RRP 水位高时，代表大量资金停在联准会里面，没有在外面乱跑，这也代表市场目前的流通性不足。但反过来想，池子里存有大量的备用金，未来市场缺钱的时候，可以放出来救几根拉抬。RRP 水位降低时，代表钱正在流出池子回到市场，期间内这就会造成全市场疯涨，但也代表我们的安全垫越来越薄。第2种状况，在牛市转换为熊市。根据过往的经验，这时候市场顶部已经出现了，那水位依然持续降低，这代表大机构已经预感到危险，开始疯狂从池子里面卖掉换成现金。虽然还在顶部震荡，但你就会发现量价背离这个现象开始发生。价格虽然还在高点，却不再创新高，就是一个准备向下暴跌的前兆，也就是所谓的死猫跳或是末日拉升。只要有人开始到货，后面的买盘是空的，根本没有人接得住，就会造成崩盘。那水位接近归零时，在这个临界点并没有存与换，因为已经没有钱可以拿来存钱跟换商品了，
任何一个细微的利空消息面，例如企业发不出薪水、银行保命钱不足，都会导致原本要疯涨的价格瞬间崩塌，直接跳到第5步卖掉。而现在最惊人的数据来了，美国 RRP 的水位从2年前2兆多美元一路干枯到现在只剩下2.3亿美元。那你去想嘛，这等于就是见底啦，这代表金融体系现在的安全缓冲垫全部消失了，已经薄得跟纸一样。那好，解说完最完整的第3部曲，让我们先回到最正常的规律。钱流出来之后，它会去换成各种东西，例如股票、债券、加密货币、房地产，这就是市场流动性。也就是流动性充足的时候，你想买什么，你都有人卖给你；想卖什么，也都有人去接。所以放在 RRP 里面的钱，也就会在这时候开始涌入。最后一步，借钱是有成本的，不管是政府的国债、银行的贷款，还是你融资买的股票，通通都要付利息。所以投资人、机构、基金用借来的钱或印出来的钱去投资，赚了钱之后得卖掉一部分资产，把利息先还回去。如果赚的比利息还多，那没问题，大家继续玩。但如果利率突然升高，利息变很贵，或投资亏钱，这时候大家就会开始疯狂卖掉资产来还债，这就是去杠杆化，也就是市场崩盘的导火线。好，我们把刚刚5个步骤串起来看一次。政府没有钱，想借钱借不够，所以他就印钱。那印出来的钱多出来的，他就存起来。那存起来的钱流出去，变成买商品，再把商品全部卖掉，换成资产来还利息。赚的钱依然不够还利息，所以政府没有钱，那就继续的无限循环。那就像一个陀螺，它现在还在转，看起来很稳，但每一圈速度都在慢慢的变慢，总有一天会晃、会歪，甚至会倒。我们要做的不是预测它什么时候会倒，而是去观察它转的速度，在它开始晃的时候，我们提前有感觉到。但根据过往牛市的状况，美联储无限 QE 的硬存换不仅只会循环一次，所以这也是我希望大家必须注意的。好，理论讲完了，我们来看看现在，我帮大家快速扫了一遍。第一个 RRP 隔夜逆回购的余额基本上已经见底了，从2兆掉到2.3亿，安全垫基本上归零了。第二个，接下来美国可能会动用到银行的准备金，如果准备金达到某个临界点，市场就会开始抽水避险，资金往外撤，那市场就会往悲观的方向走。第三个，过去几次熊市的底部，我发现一件蛮有趣的事，每一次都是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后进行反转，也就是政治不确定因素消除之后，联准会就会放软。第四个，从我画面自己的程式观测，目前看到是不太乐观的讯号，还没看到好转的迹象。综合这4点，目前市场偏向恐慌抛售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。那本影片内容仅为个人研究心得分享及公开数据之逻辑推演，不构成任何形式上的投资建议或诱导。市场有风险，投资需谨慎。祝各位能有更美好的交易哦。好，今天这支影片的资讯量非常的大，如果今天只要你记住一句话，那就请记住这一句：流动性就是金融世界的氧气。你平时感觉不到它的存在，但一旦它消失了，所有东西都会窒息。等在它消失之前，就意识到它正在减少，才是真正能在市场里面活下来的人。那朋友们，你们觉得现在的市场处在循环的哪一个步骤？欢迎在留言区留言告诉我。这是我的第一支影片，如果你喜欢这种深度拆解的内容，帮我按个赞，订阅一下，这对我真的很重要。那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